我們今天開始講早期教會歷史，我們的內容會更加傾向於教義的形成過程。我們以前在教會歷史課中曾經講過這個時間段裡面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啊，在那個系列裡面呢，我們更加側重於教會面對的環境，面對的世俗政府。那有了那個系列為基礎，我們再來學習早期教會歷史中教義形成的過程，就會相對的輕鬆一些。教義為什麼重要呢？我們基督教和所有異教非常不同的一點，就是我們的神他不僅創造，他還護理，而且呢，他會保守我們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將來還會審判這個世界。這和其他所有宗教都不一樣。有些宗教它偶爾在山洞裡面得到一片金葉子啊，或者得到某一個天使的啟示，他就創立了一個宗教。這個其實都是人的宗教啊，所以我們和他們是非常不一樣的。現在有一股思潮非常的邪惡啊，他們否定教義，否定宗派啊，只有他們可以沒有原則的胡說八道啊，只有他們才是正統的，否定教義它就是正統的。現在這種思想是很猖獗的，而且深度的影響了華人教會。沒有教義，他就可以隨便解釋聖經了呀，他就可以夾帶私貨了呀。而且有些基督徒吧，所謂的基督徒吧，如果沒有教義，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罪人被捆綁的理性隨意的去解經，並且把這些經文為他自己的私欲服務，這就很可怕了。我們的信仰是神親自啟示的，也是神親自護理的。神的護理幾乎貫穿整本聖經。神保守亞伯拉罕進埃及、出埃及，保守以撒，保守雅各。後來摩西領導下的200多萬以色列人，也是在神的保守下出埃及的。經歷世世代代的人，經歷2000年舊約歷史，最終將十字架彰顯出來，將神的心意通過無數的歷史事件，通過無數的先知吶喊，通過以色列的悖逆的歷史和他們被擄的歷史，它是這樣一點一點慢慢的向人展現的，使我們可以越來越了解神，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屬性和他的原則。上帝為什麼要這麼做呢？我們有的時候要想到，上帝為什麼就把它做得很簡單啊？就像穆罕默德一樣，哪一片的天使向他顯現啊，那或者像摩門教那樣找一片金葉子啊，上帝為什麼不這麼做？很簡單，因為人是墮落的，所以上帝不會讓某一個人來掌握人間真理，不會讓某一個人來壟斷真理的解釋權。因為人對神的想象是很容易歪曲的，我們的理性是堕落之後的理性，從人出發對神進行猜想是永遠不可能正確的。神在一個非常非常宏大的歷史過程中，他親自的去保守他的神聖啟示，在這個過程中沉澱下來的就是教義。各種宗派它只是方法論上的差異。人在實踐信仰的時候，你一定會用到方法論，對不對？當我們過分的去傾向方法的時候，他們就一定會離開正統的神學教義。但是那不是神的錯，那是人的錯誤，不是教義的錯誤，是人的錯誤，是人在實踐你的信仰的時候一定會犯的錯。但是呢，我們也要有信心啊！只要是神的子民，上帝一定會對他們進行修正啊！所以整個基督教的教會歷史，就是上帝不斷的在修正他子民的歷史。我們把自己放回到公元1世紀的使徒時代，我們呢就可以來看清楚聖靈如何借着他的話語來帶領教會，帶領他的子民。
將他的神聖教義彰顯給我們。這就是我們這個系列的主要的內容。我們還是像往常一樣，要展開歷史的探索之前，我們先來學習地理啊。因為上帝在創造亞當之前，他也是先為亞當預備了地理環境。上帝在第3天使水聚集在一起，使旱地露出來啊，事就這樣成了。從此地就是人的搖籃，人的家鄉，也是人的歸宿。俗話說史地不分家，對吧？歷史和地理是不分家的。歷史是人類活動的記錄，而人類活動呢，又離不開土地啊，所以地理環境對人類活動有非常深刻的影響。我們以前的課程裡面講過古希臘為什麼會產生古典的非常無厘頭的民主，也講過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崇尚個人主義啊，這都是和他們的地理環境有關係的。我們先來認識一下我們在這個系列中要接觸到的幾個地理概念呢。這是一張世界地圖啊，人類的歷史是從這張地圖上最荒涼的地方開始的，就是在圈圈裡的那一部分啊。2大沙漠都在這裡，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啊。那我們可能要問了，從這張圖上看吧，你再往南一點，好像挺綠的，中部非洲，对吧？然後你如果再往北一點，那就是歐洲啦，它也是綠的。為什麼神就偏偏選了這麼荒涼的一個地方，還把它叫做流奶與蜜之地呢？那反差是不是有點大？我們要記住一點的是，我們現在觀察到的地理現象和5000年前神呼召亞伯拉罕的時候是明顯不一樣的啊。中東地區的歷史啊，它就是一部征戰的歷史。從聖經記載裡面，我們就能看到大仗小仗可沒少打。從亞伯拉罕4王戰5王開始啊，到約書亞記、士師記，再到以色列國，再到兩約之間。然後再一路打到穆斯林征服全地啊，然後穆斯林自己不同的宗派之間繼續打啊，在這一塊土地上，和平這2個字是不存在的啊。這裡有個別稱叫做世界火藥桶啊，被火藥桶燒過的地方成為荒場就很正常。在古代冷兵器時代嘛，也沒有職業軍人，也沒有常備軍啊。所謂軍人啊，就是一個國家的青壯力被首領糾結起來，然後到另外一個國家去打砸搶啊，這就是當時的所謂軍人了。帝國的常備軍是要到羅馬時代才有，後來呢又被蠻族中斷了，一直要到拿破崙時代才產生了全民徵兵制的職業軍人。在整個中世紀，歐洲是不存在常備軍的啊，他們是封土建邦制。那我們要這樣思想啊，冷兵器時代，人最喜歡去別人那裡打砸搶了，但是呢，他也擔心別人來我家打砸搶，於是呢，他們就要建很多城牆來保護自己。但是當別人打上門的時候呢，城牆就會成為他們自己的牢籠。人家仗着人多，把城門一守，圍上一圈，不讓你出去，你就得面臨饑荒啊，你就會斷水斷糧。時間到了呢，就不戰而降。有些仗是可以圍上幾年的，那聖經裡面記錄的圍城就有好幾起啊。亞述王在他自己的碑上就很炫耀的寫着他怎麼樣把猶太王西西家圍得像個鳥籠啊。但是後來被天使擊殺這個事情他就沒有記載啊。這樣的戰爭啊，它一圍就是幾年，最直接的後果呢，就是把一切能扒來吃的全都吃光了，把一切能砍的樹都砍來做飯啊。城裡的人是這樣，城外的人同樣是這樣，因為圍城的人他也是要燒火做飯的嘛。那個時候能源的唯一來源就是木材啊，還沒有煤，對吧？
而且那個時候又沒有隨處可見的 7-Eleven， 對吧？糧草運輸它也不一定能夠頓頓都跟上，也沒有隨時可以兌換的支票。那你想想看，大家都離家幾年了，誰身上還有錢呢？對吧？這樣圍上幾年，在城裡的人也絕望了，沒有任何抵擋的能力。在外面的人呢也瘋了啊！一進城他就燒殺搶掠啊！他們會把自己一切的苦難都要發洩在這些不肯投降的人身上。這樣就非常可以理解什麼叫做戰爭倫理啊，在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存在的啊。如果要你在一個城外待上3年，天天找野果子吃，你也得瘋啊！這樣我們就能明白，這裡的荒涼是歷史造成的，和上帝應許的流奶與蜜是不矛盾的。但是上帝在申命記裡是明確告訴以色列人的，你盡量不要砍果樹啊，只砍那些不結果子的。可見啊，今天這塊地方的沙漠化，反過來證明他們並沒有聽上帝的話。雖然人在歷史中挺作的啊，把自己給作死的情況經常會發生，但是上帝的心意是好的。我們來看一看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中東啊，它的地理條件是咋樣的。我們把西亞氣候類型的分布圖放在右邊啊，方便大家對照。我們先確定2條河流的位置啊。這個區域叫做兩河流域，通常的翻譯呢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這2條河的名字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創世紀裡面就出現過啊，就在伊甸園中。現在的解經學者呢有2種意見了，一種是這2條河和伊甸園的位置沒有關係啊，因為只是名字相同罷了。畢竟當亞當夏娃被趕出伊甸園之後呢，遇到的河流是可以讓他們想起老家的河流啊，並且用老家的河流呢來為他們自己的新環境命名。比如說清教徒就給他們新登陸的美洲，有很多地方取的名字都是和英國一模一樣的啊，比如說普列茅斯啊，这是人類的習慣啊，不奇怪的。加拿大和英國一樣都是有約克郡的啊，到處都有維多利亞市啊。但是還有一派學者呢，他們堅持認為這裡就是人類的發源地啊，底格里斯就是伊甸園裡的底格里斯啊，因為在創世紀裡面，摩西在記錄底格里斯河的位置的時候，他特地是這麼說的，他說流在亞述的東邊。亞述是一個地名，後來也成為一個國名。所以他們就堅持認為這條河就是伊甸園裡的河，這個位置呢就是人類伊甸園的所在地呀。不過我們誰知道呢？那亞述這個地名是不是按照伊甸園裡的名字取的呢？對吧？也有這個可能性啊。總之吧，這個我們就知道大致有這2派的意見啊，我們也不展開討論，因為這都是個人意見，它並沒有定論吶。我們來分析一下它的河流。在阿拉伯半島的北部有一片高山，在山的最高處，它的氣候是高原山地氣候。那典型的特徵就是山頂上終年積雪。但是隨着高度的下降啊，山坡上的植被呢就一層一層的，它有不同的分布。到了山腳下呢，它就是熱帶沙漠氣候了。這就導致了氣溫會隨着海拔的變化而變化，那這裡的植被它就非常的豐富啊。高山融雪，它流下來就成為2河的水源，這2條河流就能夠在沙漠裡形成非常穩定的灌溉，它就使這裡可以產生農業，所以這裡是最早的產生種植農業的地方。要產生農業呢，你光有水還是不夠的，對吧？還要有日照，還要有溫度啊。那熱帶沙漠氣候呢，就能給它提供溫度和日照，這才是農業發展起來的關鍵啊。
而水流冲積培養的土壤層呢，它的土是很鬆軟的，所以它不需要到鐵器時代才可以耕種，不需要，它直接用石頭刨2下，它就能種地了。所以冲積平原、沙漠、綠洲往往就是最早產生的農業產糧區。還有一個類似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在埃及啊，在埃及的尼羅河，它的水源呢也是高山融雪，也是冲積平原。它是處於地中海的南岸啊，它是臨地中海的，所以它的氣候是屬於地中海式氣候啊。那個特徵就是冬天不太冷，但是夏季很乾旱。也就是說，地中海式氣候它有一個問題，就是雨熱不同季。我們剛才說了，產糧區嘛，你必須又要有水，又要有溫度，對吧？但是地中海式的氣候呢，它夏天的時候溫度雖然上來了，但是它不下雨啊，這就很要命了。但是尼羅河下游它就不怕，為什麼？因為它有穩定的灌溉。這樣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亞伯拉罕、以撒一碰到饑荒就下埃及啊。應許地發生饑荒，雅各也是全家下埃及，對吧？因為應許地它是屬於標準的地中海式氣候，夏天乾燥少雨啊，又沒有穩定的灌溉，它山上之城，對吧？它非常非常依賴天氣，而天氣掌握在誰的手裡啊？上帝啊！但是迦南人不認識上帝，他們只認識巴力啊，巴力就是氣候之神嘛，他們會去拜巴力就不奇怪了。我們再把鏡頭拉近一點啊，來看一看中東這塊地方，在靠近地中海的這一條狹長的地帶，它還是有降雨的，只是它的降雨和溫度並不均衡。夏天生長期它少雨啊，冬天呢，希望有太陽呢，它又沒太陽。那洛杉磯也是這樣的嘛。夏天那裡的草皮都是黃的啊，森林大火很容易被點燃，它一燒就停不下來。為什麼？就是因為少雨嘛。這種氣候對油橄欖、對柑橘、還有無花果、還有葡萄這類植物，它的生長非常有利啊。所以聖經裡面經常會出現橄欖啊、無花果這些比喻。在地中海區比較適合種植小麥，因為小麥是旱田啊。地中海是夏乾氣候，冬天、春天是小麥的串苗期啊，它就低溫多雨，小麥就長得飛快啊。當小麥成熟的時候，需要乾旱、高溫、少雨的天氣，它就盡可能的可以進行光合作用啊，將澱粉儲藏在種子裡。這個過程呢，行業術語叫做灌漿啊。在灌漿期，如果這個時候一下雨，那就完蛋了啊，小麥就爛了。所以應許地的小麥產量就嚴重的依賴天氣，換言之，他們嚴重依賴上帝啊。但是因為雨熱不同期，它就不太適合種植大規模的水稻，所以他們的糧食呢，基本上依靠2個地方，就是埃及和兩河。處於這2者之間的以色列人呢，要忍住自己不重新回埃及的慾望，那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的啊。以色列3代祖先都有光榮的下埃及的歷史啊。以撒呢，以撒是下埃及為誰啊？所羅門為什麼要和埃及的法老聯姻啊？它裡面就有政治考量、經濟考量、民生考量，它都是有因素的。那你可能會說，中東也有河啊，對吧？有約旦河啊。那我們來看一下約旦河在哪裡啊？我們來看地圖，約旦河最後是流入死海的，可見啊，這條河的下游它不可能長出什麼植物啊。死海嘛，裡面的鹽已經到了飽和析出的地步了。去過死海的人就知道我在說什麼，對吧？它旁邊的鹽巴長得跟珊瑚似的啊，說明約旦河下游這個地方是非常非常不適合植物生長的。為什麼它不適合植物生長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剖面圖啊。我們把應許地從南往北的方向上，我們在它的中間橫向的切一刀，我們來看一看它的剖面圖啊，我們就能看到這片土地
它的地形和它的海拔起伏。最西面呢是海平面啊，这是藍色的那一部分，就是地中海啊。所以菲利士平原呢就非常接近地中海，它有降雨，有綠地，小日子过得就非常不錯啊。所以他們的文明呢，比較快的進入了鐵器文明。我們再看它一路向東啊，地勢就漸漸抬高了，它就变成丘陵。最高的地方呢是猶大山區，海拔高達1000多米啊。耶路撒冷就是在這個山區裡面的一個小高地啊，所以叫山上之城。越過猶大山區，地勢就開始急劇下降，這裡就是猶大曠野。到地勢最低的地方呢，就是約旦河啊，處於大裂谷地帶了。而死海呢，就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地方，海平面以下430米。我們的主耶穌就是來到約旦河谷，在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受洗。在舊約，水象徵着上帝的審判。當耶穌從水裡上來的時候，全世界的罪都背負在他的身上。我們知道水是有連通原理的，對吧？那如果沒有物理的阻擋，全世界的水面應該是一樣高的。那我們要想，為什麼約旦河水面會這麼低呢？到底是什麼阻擋了它呢？我們知道是地形，對吧？當然了，也有可能從靈意上講是耶路撒冷，是上帝啊。而約旦河的河流，它最終流向哪裡啊？流向死海。所以我們人類終極的結局是死亡。上帝來到這裡，他來解決人類死亡的問題，他來承擔人類所有的罪。以色列舊約的歷史就是耶路撒冷被上帝立在生命和死亡中間，向我們啟示一條解決死亡的道路。約旦河谷之所以這麼乾旱少雨甚至高溫啊，它就涉及到一個氣候概念，叫做焚風，焚燒的焚啊。當從地中海吹過來的濕潤的空氣碰到高山，那麼它的空氣就被迫要抬升啊，每升高100米，氣溫會下降0.6度。那水汽一碰到溫度低了，它如果碰到凝結核，它當然就會形成降雨啊。所以在山脈的迎風坡經常會有比較充沛的雨水。而且水汽凝結成雨水的過程，它是一個液化的過程。液化的過程它就是一個放熱的過程啊。所以呢，迎風坡的垂直降溫，它一般是0.6度每100米啊，每升高100米，它下降0.6度。但是同樣的這個高度啊，它在背風坡它就不是這個溫度了。為什麼？因為當這些風翻過山頂，受到了重力的影響，開始下降沉降的時候，它的溫度變化就非常劇烈。為什麼？因為這個時候空氣裡面它沒有水汽，水都已經下光了嘛，對吧？那翻過高山的空氣，它就像是被擠乾了水的海綿。所以這個時候溫度變化呢，它是每下降100米，溫度會升高1度。所以同樣的高度，迎風坡和背風坡它的溫度是不一樣的啊。在空氣做下沉運動的時候，因為溫度升高，濕度降低而形成的一種乾熱的風，就叫做焚風。台灣的中央山脈的背風區，它也是有焚風的。在高壓區的空氣下沉，它也是可以產生焚風啊。我們結合剛才看到的應許地的剖面圖啊，翻過猶大山區的風，向下進入約旦河谷，這個風就是焚風，它沒有降雨，它乾巴巴的風啊。我在約旦河谷的時候啊，真的是被那裡的風一吹啊，感覺自己好像被吹成了小魚乾啊。然後再到死海裡面用鹽水浸一浸啊，爬起來那就是一條行走的鹹魚啊。這種焚風呢，有的時候就被叫做魚影現象。我們會聽到有一個叫魚影現象，對吧？那其實它就是一回事情。
魚影，它就是說在背山坡不下雨啊，是魚的影子啊。但是它其實是同一個概念，只不過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它啊。一個是從降水的角度去描述，叫魚影；另外一個是從氣溫的角度描述它，叫焚風。我們以後看到颳焚風的地方，它一定是魚影地帶。既然焚風是因為海拔高度而產生的地方性的風，那麼基本上有山的地方，它就有迎風坡，就有背風坡啊，它就有這些氣候特徵。北美的落基山脈、歐洲的阿爾卑斯山脈，它都是有這個特徵的。我們現在再來看一看神為什麼要選擇中東作為它的文明發源地。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洪水之後，諾亞方舟可能停留在亞拉拉山上。據說亞拉拉山就在今天的土耳其附近啊。那諾亞一下山，他就在兩河流域，他就可以居住了。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也是上帝特意的安排。畢竟方舟停在什麼地方，那絕對是上帝的旨意啊。而且上帝給諾亞的一定是在當時的地理條件下最適合居住的地方，因為在當時並沒有什麼地方比兩河流域更好啊。你們可能會說，哎呀，剛才第一張圖裡整個歐洲不都是綠油油的嗎？那出了船的諾亞，他為什麼不向西走去歐洲呢？他為什麼要向東或者向南進入兩河流域呢？那我們就接着來看看綠油油的歐洲啊，它為什麼不是文明的發源地呢？你不要看它綠啊，綠的不是稻田啊，它非常有可能它是草地啊，或者說是森林。因為從氣候分布上看，它很難產生穩定的種植農業。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地理分布和氣候特徵。大家不要擔心，我把歷史課上成地理課啊，不要緊的，因為這是我們歷史課的底層色彩啊。我們先要把棋盤畫好，然後才能開始下棋。上帝也是這樣，他先把地造好，然後才安放人類啊。我們也一樣，我們先把地理了解一下，然後呢再去解讀歷史，這樣就更直觀一些。歐洲地圖上啊，我們看啊，從西向東，它分布着西歐平原、波德平原和東歐平原，橫向分布，貫穿整個歐洲。西歐平原面積是最小的，20萬平方公里左右啊。波德平原呢有30萬平方公里，東歐平原呢，那就大了啊，那一下子有400萬平方公里。那我們看一下，光一個西歐平原，它就抵得上中國的長江中下游平原了，對吧？那為什麼這麼好的地盤，它卻不是人類文明的誕生地呢？這塊地啊，是上帝為自己保留的自留地啊。這一塊地要留着發展基督教文明。中東是猶太文明的發源地啊，是上半場。那下半場的主場呢，就會在這裡啊，也是我們歷史課的中心地。我們要這樣想啊，人類文明的誕生，它需要什麼？它需要有大量的人口，對吧？是人類文明嘛，啊，所以它首先需要的是有大量的人口。那大量的人口要吃飯，對吧？所以呢，人口又依賴於穩定的種植業，種植業呢又依賴於穩定的氣候。所以氣候就會成為非常主要的決定因素。兩河流域的氣候穩定不穩定啊？非常穩定，对吧？它是熱帶沙漠气候，老穩定了啊，就是高溫啊。然後呢，它的灌溉又是河流灌溉，对吧？它的水源呢還是高山融雪，对吧？每年春季一到啊，溫度上來了，積雪就融化了，它就跟水龍頭打開一樣的穩定啊。那水流一增加，下游一看，水來了就可以種地了，對吧？所以他們穩定的不行不行的。但是歐洲呢？歐洲就沒那麼好了啊。在古典時期，幾大農業領域只有種植業是可以有穩定的
大量的產出啊，可以供應人口的需要。畜牧業和養殖業那個時候規模都很小，不太可能供應大量的人口。漁業啊，那在古代那個航海技術，那基本上就和姜太公釣魚差不多的級別，就是屬於願者上鈎的行為藝術啊。要靠它糊口，其實還是有點辛苦的。至於林業啊，沒有鐵器和刀具的發展是不可能有林業的。你滿森林的樹，你也只能看着它長蘑菇啊。所以靠魚林牧是不可能供養大量的人口。那剩下只有種植業，對不對？那種植業的條件就相當簡單啊，充足的降水，肥沃的土壤，還要有充足的陽光。還有就是無霜期，你要有足夠的積溫啊，你的溫度積累的溫度啊，就這幾大條件。肥料這一塊呢，可以忽略不計啊，因為在化肥產生之前，古希臘時代才會有綠肥堆肥的概念。在人類起源之初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化肥這個概念啊，全靠土壤自身的肥度。那麼我們就知道，就只剩下水、光、熱這三個要素了，对吧？只能從這三個要素下手去分析啊。只有這三個因素同時具備，它才能夠適合種植業的發展。我們從這些因素出發來分析一下歐洲這一塊土地。我們雖然講過歐洲歷史，也大致的講過他們的地形特徵啊，但是都是分散着講的，在每一集裡面分散着講，我們從來沒有串起來進行整體的分析。我們今天呢，就來整體看看歐洲這個版圖上的氣候和它的地理環境。我們根據歐洲地形，可以把它分成北歐、西歐、東歐和南歐這幾大塊啊。氣候和土壤那是相當的不同。這種不同呢，也使文明的產生，它就會有階梯差異的現象。總之就是由南向北漸次發展。我在圖上畫了一條北緯40度的緯度線啊。南歐幾大城市基本上是在這一條線附近，葡萄牙的里斯本啊，或者西班牙的馬德里啊，還有羅馬，甚至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堡，都是在這一條線附近的。最北呢，在挪威的北角啊，是北緯71度，那裡有一個最北地標啊，是一個網紅打卡點。冰島也已經很北了啊，冰島有一個很著名的防寒服品牌，叫做北緯66度啊。最南呢，就是我們偉大的使徒保羅曾經提到過的克里特島啊，就是常常說謊的那個謊言大島，它是在北緯36度。最東呢是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在我們這個系列當中呢，我會比較習慣的叫它君士坦丁堡，因為還在羅馬時期啊。歐洲的最西角是葡萄牙的里斯本，那裡有一個叫羅卡角的地方啊，是歐洲大陸的最西點，所以大航海運動是從葡萄牙出發的，因為它有天然的海洋優勢。所以我們看一下整個歐洲的版圖啊，你就知道整個歐洲它是處於北緯36度到北緯71度之間。那我們就知道了，它的氣候最主要的氣候，它是從西到東，隨着離海洋越來越遠，它就從溫帶海洋性氣候過渡到溫帶大陸性氣候。主要還是溫帶啊，主要是以溫帶為主。那從南到北呢，它是從地中海式氣候一直過渡到亞寒帶的針葉林氣候，還有局部地區它有寒帶的苔原氣候。我們注意到沒有，這是唯一一個沒有熱帶氣候的洲，除了南極洲啊。
按照道理，這樣的緯度，海洋的水溫應該是很冷的。但是很奇怪，歐洲不是啊。歐洲的西海岸它有一個北大西洋暖流，是從南向北經過的，一直湧流到北極圈的附近，所以這裡的沿海港口是不動的，它都是不動港。整體上看呢，歐洲南部有山脈啊，西部和北部相對來說比較平坦。北歐那裡呢，又有山脈了啊。東歐呢是一大片的綠色，可見它是個平原，對吧？但是歐洲文明的起源並不在充滿綠色的東歐，這個是有原因的啊。這張圖呢是歐洲的氣候圖啊，它更加直觀一些。气候最宜居的應該是地中海式氣候啊，它冬天不冷，夏天呢很晴朗。溫帶海洋性氣候其實也是很舒服的，所以呢，蠻族首先要往南跑，要攻擊羅馬呀、西班牙呀，或者跨過海峽來到北非、埃及啊。在蠻族入侵的時候，這些地方都是首先他們需要攻陷的。那我們不要去問啊，他們為什麼不去巴黎？巴黎才是時尚之都，對不對？我們不要這麼問啊。那個時候的巴黎啊，那還是黑森林啊。我們看整個歐洲，你如果放在整個歐亞板塊上去看啊，它有點像什麼？它其實有點像一個巨大的半島，就是整個歐亞大陸的伸出去的一個半島。然後呢，它裡面還有很多小半島啊。比如說伊比利亞半島、意大利的亞平寧半島、希臘的巴爾幹半島啊，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至於更小的半島，那就太多了，你就不用提了啊。所以整個歐洲它的海岸線是相當的複雜和漫長。歐洲內陸呢還有好多縱橫的河流，所以基本上呢，整個歐洲你會感覺它和海洋的關係相當的密切，和水的關係相當的密切。但是在大航海時代之前，這種水域的充分，其實並沒有特別強的利用的價值。它除了把人物理性隔斷之外，它沒有什麼可以利用的。而且呢，除了給海盜提供了方便啊，因為北歐海盜它可以直接登陸以後，順着水路一路縱深到歐洲的內陸，你根本攔不住它啊，它可以直接殺到地中海。意大利的西西里王國就是北歐的維京海盜建的啊。那北歐人為什麼喜歡做海盜呢？那也很簡單，你看一下這個地圖就知道了，對吧？緯度實在太高了，日照不夠，終年的積溫不夠。你種啥你都來不及收，它就下霜了，所以它只能夏天打打魚、打打獵啊，冬天就南下做強盜啊。所以呢，北歐這些海盜真的是上帝準備了一把錘子啊！上帝準備了2把錘子啊，南邊一把，北邊一把啊。南部的叫穆斯林啊，北面的是海盜。我們學過教會歷史，我們就知道這一段時間發生了什麼啊。穆斯林把基督教的東西2個中心給切斷了，把非洲也給霸佔了，把羅馬的權力範圍往北趕，逼着羅馬天主教向北進入了西歐。為什麼？因為羅馬向北的話呢，它要翻過阿爾卑斯山脈，這個在古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要不是實在被逼得沒辦法，教皇是不會翻過阿爾卑斯山脈去給查理曼大帝去加冕的。蠻族在西歐定居下來，光有教會還不夠啊！上帝給他們安排了北方的海盜，負責給他們搗亂，就讓他們沒有一個消停的日子啊！一方面呢，逼着他們建立封建制度；另外一方面呢，逼着他們不得不依賴上帝，否則的話，這種打打殺殺習慣了的蠻族啊，是不太可能臣服在教會的權柄之下。而且君王對貴族的軍事依賴，全靠有北歐海盜的強烈威脅。沒有北歐海盜動不動就來搶一輪，
那君王他對貴族他就有碾壓式的那種控制啊。但是正因為經常要利用貴族的軍事力量去對抗蠻族啊，對抗北歐的海盜，所以這些君王他和貴族他才會有一個契約啊，才會有守約的精神。所以西歐就是上帝為自己準備的第三梯隊，這個勢力它是相當平衡的，是上帝親自設計的啊，它是基督教中世紀的主戰場。歷史是上帝的故事，所以歷史也是由神在掌控的。當我們學習歷史的時候呢，我們就會看到上帝設計的精妙。上帝把聖言最早交托給猶太人啊，在流奶與蜜的應許地，夾在兩大文明中間。這個呢，可以算是上帝揀選的出發地啊，是最早的。福音傳開之後呢，埃及和小亞算是第一梯隊啊，因為他們那裡是灌溉平原，產糧相當的穩定。第二梯隊呢，就是羅馬和希臘啊。羅馬和希臘，特別是希臘，它是歐洲文明最早的起源，主要是在巴爾幹半島和意大利半島。理由很簡單嘛，因為意大利離埃及比較近，跨過地中海就是了。巴爾幹半島呢，離小亞比較近啊，小亞呢又是當時的糧倉。南歐它是地中海式氣候，陽光充沛，雨水不那麼多啊，而且它是雨熱不同期的，冬天不太冷，但是夏天那絕對暴曬啊，日照非常強烈，所以你看到希臘全部都是白房子，對吧？它就是為了反射太陽的熱力啊，保持室內的清涼。南歐的地形呢，它是處於板塊擠壓地帶啊，板塊一擠壓，它一抬升，它就會形成高山啊。所以意大利北部它有阿爾卑斯山脈，希臘也是一個多山的半島，它地形很崎嶇，土壤很貧瘠啊，到處都是石灰岩地形。所以我們在講兩約之間的歷史的時候，講到希臘的時候，我們曾經分析過這樣的地形會帶來一種怎麼樣的文明。石灰岩它經過壓力和熱力變質作用，它就可以產生大理石啊。所以意大利、希臘到處都是非常漂亮的大理石雕塑，它其實就是就地取材的。特別是希臘，上帝給了它非常漂亮的海岸線，它是多港灣、多島嶼啊，非常利於航運。那我們以前講過啊，這種地形和島嶼，它就很難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分散自治的城邦就是非常天然的、自然而然的一種選擇。那這樣的話呢，它城邦自治又很分散，它就會形成思想上的多樣性。這是上帝為他自己的福音預留的思想庫。這樣我們就知道了，希臘他們靠自己呢是沒有太多的糧食作物的，因為它根本就不太適合大面積的種植糧食啊，除了一些小麥，所以它的糧食產量不足以支持大量的原始人口積累，所以他們的文明是比西亞的文明要晚一點。它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多起來呢？就是要等西亞的糧食產出比較穩定，甚至可以產生溢出效益之後，也就是說西亞的糧食產出它可以多到出口了啊，那麼這個時候希臘的人口才開始增長，所以他們是第二波啊。埃及和西亞的糧食它要供應首先足夠可以出口，那麼希臘和羅馬才有可能有人口的大量增長。大家理解這個邏輯啊。那他們靠什麼和埃及交換糧食呢？那他們當地就盛產葡萄和橄欖，所以南歐的經濟作物它主要是葡萄酒和橄欖油啊，它的糧食主要是靠埃及和小亞。羅馬的糧食為什麼這麼依賴埃及？為什麼凱撒要和埃及艷後搞好關係啊？其實他還是所羅門的那一套嘛。
就是資源外交啊，用裙帶關係捆綁在一起，大家都比較安全啊，貿易比較穩定。所以你看一下亞歷山大大帝的錢幣上就有橄欖枝啊，可見橄欖是他們的主要作物，也是外匯的來源。就是因為有這樣的貿易交流，在地理位置上，南歐呢又是離西亞、埃及比較近的，所以他們也是最早受到基督教恩澤的地方。在羅馬時代，希臘和羅馬就被保羅的足跡踏過了。我們看一下希臘的國徽啊，它上面就是有一圈橄欖葉，中間有一個十字架。這是南歐巴爾幹半島上的希臘，意大利半島的羅馬，可以算上西班牙的伊比利亞半島。這是上帝預備的基督教的第二梯隊。我們再來看看聖經裡面約拿同學坐船想去的地方啊，就是他斯，西班牙。這裡的半島叫做伊比利亞半島。半島上後來產生了兩大天主教國家啊，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我們看一下這個地圖啊，我們就知道這個半島的地形其實不咋地，對吧？它的山脈橫七豎八都有啊。那既然是這樣，我們就知道了，有山脈，它的局部小氣候就很多樣化了啊。它沿海呢是地中海式氣候，山脈中間呢，它又會有大陸氣候啊。那還有迎風坡，還有背風坡啊，還有沙漠化的氣候，比較乾旱，所以它是多種多樣的啊，總有一款適合你。所以後來我們看到，從北非穿過直布羅陀海峽過來的那些穆斯林佔領了這一塊地方之後啊，他就很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生活習慣的地方。為什麼？因為這個地方氣候多樣性啊。後來歐洲人攻陷這裡呢，他也能找到自己適合的地方住啊。反正誰來了都能在這裡住得很舒服啊。所以這個半島上呢，曾經被穆斯林佔領了700年，後來被西班牙天主教雙王統一了啊。那這句話就已經是在1492年了啊。同一年哥倫布出海了，他們是大航海第一批發起來的啊，是屬於先富起來的人。正因為這個半島的北部有一個山脈，比利牛斯山啊，所以穆斯林要打進歐洲還是有點難度的。雖然他們曾經打過去過啊，當年他們曾經打到靠近巴黎的圖爾，後來查理曼大帝的祖宗啊，就是鐵錘查理，愣是把穆斯林打回到比利牛斯山以南，並且牢牢地守住這個邊界啊，這樣後來的歐洲才能夠慢慢地進入基督化的進程。否則老早全世界都要拜阿拉了啊！由此可見，上帝保護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它是很全面的啊！你去看它一下這個地形啊，東部是黑海海峽，再加上東部有一個東羅馬帝國，對吧？那個首都君士坦丁堡，那穆斯林是根本打不下來的，打了800年都打不下來啊！他要在火炮被發明之後才打下來。西邊呢，上帝設立了直布羅陀海峽和比利牛斯山啊，所以它全是雙保險。我們再來看看今天的重點，也就是基督教1000年的主戰場西歐。西歐的氣候是溫帶海洋性氣候。溫帶海洋性氣候的特徵就是全年溫和潮濕，冬天沒有嚴寒，夏天沒有酷暑，全年降水分配比較均勻。冬天呢，雨量還比較多一些啊，偏多一些，所以倫敦的冬天就老下雨啊。我們在電影裡看到福爾摩斯到哪裡都帶着傘呢。這種氣候，我們現在一聽可能覺得挺不錯，對吧？冬天不冷，夏天不熱啊，很適合度假啊。但是你要是生活在公元1世紀啊，你就不會這麼想了，因為那個時候這裡連鬼影子都沒有啊。
為什麼呢？是因為它的土壤。我們把西歐這一塊土地按照耕種的需要，我們來把它細分一下，我們來看一看它為什麼不是首先能夠被耕種的。因為早期的文明啊，人類的文明，它都是從適合耕種的地方開始起源的。西歐平原它主要包括巴黎盆地、荷比平原，荷比平原就是荷蘭比利时啊，還有英格蘭中部的平原。再向東的話呢，就是波德平原啊，就是波蘭和德國。再往東呢，就是東歐平原。我們一塊一塊的來看啊，我們先來看荷蘭比利時。你不要看它平啊，它沒用啊，因為它的土地啊受海水的咸潮侵害很嚴重，土地鹽鹼化很嚴重，基本上沒有什麼可以種的。它要一直到後來利用風能進行圍海之後，土地才能夠被使用。那它為什麼會後來能夠使用風力呢？這裡就涉及到它的行星風向啊。它這裡呢是處於常年穩定的西風帶，它的風向很穩定。那風向穩定，它就能夠被利用啊，它就能夠利用風力去抽水。如果風向不穩定，到處亂刮，你就沒辦法使用它啊。這樣呢，它就能每年向大海拿回很多大陸架上的土地啊。所以你看到荷蘭能夠看到很多大風車啊。我們從地圖上看啊，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德國部隊想從東往西進入法國，它就必須經過這一塊土地，因為它再往南，它就是山地了嘛。山地你不太好行軍啊，只有這一塊比較平，所以每一次打仗，不管是法國去打德國，還是德國去打法國啊，它都是要從這裡借道而過的。這裡後來的國家就是尼德蘭。後來就是比利時、荷蘭，他們都比較慘啊。為什麼？因為德國、法國兩國老是打仗啊，每次一開打，他們就倒霉。後來宗教改革的時候，荷蘭發生了80年戰爭啊，新教勢力和天主教勢力也是在這裡打成一團。為什麼？因為新教在德國嘛，天主教勢力在法國嘛。荷比平原就擠在這兩者之間，它就很慘，對不對？再加上對面還有一個英國啊，當時被英國國王逼迫的宗教改革者，他也是要跑到荷蘭來避避風頭的。所以荷蘭這一塊地方，那真的是各方勢力都很混雜的地方。因為土地的性質，荷比平原在古典時代它並不太適合種植業，所以荷蘭長期都是靠海吃海。但是它靠海吧，它也不是靠漁業啊，因為在沒有穩定的造船業之前，是不可能有大規模的漁業的。所以它的靠海吃海啊，就是和北方的維京人一樣啊，是靠打劫商船。打劫誰呢？就打劫從英格蘭和歐洲大陸貿易往來的商船。維京人從歐洲搶來的東西把船運到這裡，然後他們守株待兔啊，把海盜再給盜一回啊。因為在中世紀早期，那個社會是沒有秩序的，是無秩序的，就看誰力氣大啊，所以海盜也是會被別人盜的啊。所以為什麼說再壞的政府也比無政府好，就是這個道理啊。搶到了東西吧，他就要去賣，對吧？那這些人在海上他是強盜，下了船他就是商人啊，只是他們的貨物來歷不明。後來他們被基督教收編之後呢，不能幹壞事了，對吧？他就開始要不得不做正經生意啊。他們慢慢的開始發展出農業。海上經驗也很豐富啊，所以他們後來也發展出非常成熟的海上運輸啊，成為海上馬車夫。但這個是很後來的事情了，要到中世紀的後期，還要等上1000多年呢。總之，這個地方在古典時代是沒有什麼正經農業可以做的。
那話說，他們能當上海盜，其實也是有得天獨厚的海上優勢，因為這一片海域它緯度是相當的高。但是，很神奇，就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港口都是不動的。這個就是拜我們剛才說的暖流啊，就是暖流，它是剛好從這裡經過，所以它這邊的港口都不動。世界上最北的不動港是挪威的納爾維克港啊，所以北大西洋暖流對他們真的有非常大的貢獻。那這些不動港，它就使北歐的海盜特別猖獗，它冬天也不消停，對吧？一年四季可以兢兢業業的搶東西啊，所以他們肆虐歐洲整整300多年。有很長一段時間啊，整個歐洲人的禱告詞啊，第一句話就是求上帝保守我們，不要讓海盜再來搶我們，就是這麼可憐。一直要到封建制度穩定下來，他們才慢慢的擺脫了海盜的襲擊啊，因為有武裝部隊可以對抗了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理解封建制度在歐洲的形成，就是因為外面不斷的這個環境啊，就是外面不斷的有這樣的海盜來侵犯他們，所以每一個人都需要找一個保護傘啊。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暖流它其實就是上帝給海盜們開的特別通行證啊。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就比較慘啊。它的緯度它的緯度啊，其實比挪威的那個要低啊，但是它冬天還是有3-4個月的結冰期，因為它是在芬蘭灣裡啊，它受暖流的影響很小，再加上波羅的海的鹽度低啊，鹽度低它就比較容易結冰嘛。而且俄羅斯東方的一個深水港就是海參崴啊，它也是結冰的。它唯一的一個不動港還在北極圈裡啊，所以挺慘的。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俄羅斯做夢都想要克里米亞，對吧？主要他還是想要有一個出海口啊。如果沒有出海口，那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它就是一個十足的內陸國。現在是全球貿易時代了，如果沒有自己的出海口，對貿易來說實在是不太方便啊。我們這樣就能理解俄羅斯他為什麼會這麼幹呢？如果說荷蘭因為靠海，土壤鹽鹼化嚴重，那是不是英格蘭或者說法國的巴黎盆地會好一些呢？其實未必啊。你不要看英格蘭中部的平原和巴黎盆地土地都挺肥沃，其實在當時它沒有什麼大的用處。雖然是大河冲擊平原，肥力不成問題，而且它還處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對吧？它全年降水也很充分，又有水又有肥啊。那它的問題出在哪裡呢？它就出在光照啊，它的日照時間是不夠的。巴黎是北緯48度，倫敦是北緯51度，那緯度這麼高，它的日照時間應該很長，對不對？但是恰恰不夠，為什麼？因為它陽光都是斜照的嘛，日照強度不夠。每年下雨還能下上半年啊，光照天數呢又不夠，無霜期積溫不夠，夏季氣溫它最高不到25度，這個對農作物來說那是長不熟的。但是我們要這樣思考一下，雨水多適合長什麼？長草啊，對吧？所以它這裡的牧草很肥。真的是自多味美啊，適合放牧，而且它也適合長樹啊。因為這種天氣，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熱啊，一年四季雨水充沛的氣候，它最適合長樹啊。所以西歐和中歐到處都是森林。德國不是有一個蛋糕很有名，叫黑森林嘛，就是出於德國南部的黑森林地區啊。因為森林實在長得太密了，就陽光都照不進去，所以它就顯得黑乎乎的。這樣我們就能理解了，為什麼在歐洲的童話故事裡，仙女都是住在森林裡的。因為黑黑的森林裡面充滿了神秘感，使人能夠充滿幻想。森林裡面有什麼？有巫婆啊，有仙女啊，
有來打獵的王子啊，有7個小矮人啊，對吧？所以歐洲童話的背景都在森林裡。那同樣是神話故事，希臘的神就很不一樣了，对吧？希臘的神全飛在天上啊，要麼在海上。意大利畫家畫的維納斯就是出生在海上，因為那裡很空曠啊，沒有高大茂密的森林。地中海式氣候是什麼？是夏乾氣候啊，夏天很乾的，所以它一般只能長灌木林啊。所以他們的神可以飛在天上啊，或者說在海裡飘啊，就是沒想過神可以在森林裡啊，因為他們沒有概念嘛。由此可見，人造神啊，他也是離不開他們自己的環境，因為人是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環境來思考的。西歐、北歐建房子，它也是用木頭啊，都是森林小木屋啊。仙女和巫婆都是住在森林小木屋裡的。但是在希臘地中海沿海啊，你就看他們喜歡用石頭建房子啊，這個都是就地取材。所以我們去看歐洲的童話故事，或者你去看歐洲的電影啊，你留心的去看他們的房子啊，一般家裡的房子全是木頭的。這就是上帝為他日後要使用的蠻族預備的草場啊，他要在這一片草地上去牧養他的羊。我們再把視線往東移一下啊，看看波德平原。波德平原呢，還有一個名字叫中歐平原。這個平原它不是大河的衝積平原，它是冰川地質活動形成的冰石平原。這種平原嚴格說來啊，它並不適合大面積的種植，因為實在是沼澤太多啊，溝溝壑壑的，它不是一馬平川啊。它是丘陵和低地相間的多洼地帶，它有水系，有森林，有湖泊啊，沼澤，還有相當的多，地形相當的複雜。森林、湖泊、沼澤在古代那幾乎就是天然的屏障啊，你連住房力量都能省啊。這種平原沒有經過開發，它是不能夠被利用的。那古典時期誰來給你開發啊？對吧？你只能按照土地原來的樣子去發展，而這裡的氣候呢，是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到溫帶大陸性氣候的過渡地帶，因為它離海洋越來越遠了，降雨呢沒有巴黎那麼多啊，日照時間呢和它差不多啊，它是位於北緯52度嘛，光照強度呢同樣是不夠的啊，因為光照時間呢時間長沒有用啊，強度不夠，一年起碼1/3的天氣是在下雨，也不能夠種糧食啊，只能長草和長樹啊。而且呢，它的地形比巴黎盆地和荷比平原更加分散啊，那簡直就是為封建割据量身定做的場所啊，所以上帝絕對不會弄錯的。我們大家要記住這個特徵啊，這樣的話以後我們如果會講到德國的時候，大家就能體會到為什麼神聖羅馬帝國有這麼多的小國家，因為它不分散不行啊，對不對？地形就是這樣的啊。為什麼每次打仗波蘭都要倒霉啊？因為它不倒霉也不行啊，對吧？南部就是山地了，所以軍隊只能往平坦的波蘭經過。所以古代打仗走過路過當然就要殺過搶過，對吧？所以俄羅斯和歐洲一旦發生衝突都要借到它這裡啊。所以我們說波德平原和荷比平原還有一個外號啊，叫做歐洲砧板，因為每一次打仗它都在這裡剁肉啊。歷史上波蘭老是被瓜分，因為這裡的地理位置實在太重要啊，它簡直就是個交通咽喉口。你住在那裡，你搞轉口貿易都很發財的。所以德國的統一它一直就是個偽命題啊，我們以前在講教會歷史的時候講過了。影響德國統一的地理交通就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德國絕對不能統一啊，它要是一統一那就沒有馬丁路德了嘛。德國的前身是神聖羅馬帝國啊，那神聖羅馬帝國是包括意大利的，那意大利就更加複雜了，它是教皇國所在地啊，誰也控制不了啊。
意大利半島上那都是一些軍事貴族，但是他們誰也控制不了教皇國啊，因為很複雜，因為誰想去控制，那麼其他貴族就不答應了，对吧？你若要是控制了教皇國，你就可以号令天下了嘛。但是教皇国呢，教皇也不是省油的燈，对吧？所以教皇也想控制他們，但是呢，也相反，教皇也控制不了他们，因為他們是軍事貴族啊，教皇是沒有軍事力量的，沒有武器的啊。所以看到沒有，在意大利半島上啊，教皇和當地的軍事貴族啊，就是一會兒鬥一會兒好，一會兒鬥一會兒好，是這樣的一個狀態啊。他們互相也是不能聯合的。意大利半島上的勢力角逐特別厲害啊，這也是上帝特別的設置。為什麼呢？因為意大利軍事貴族王國如果統一在教皇手裡，那教皇絕對就無法無天了。但是他們也絕對不能強大到把教皇國給滅了啊！所以他們必須互相制衡。這種勢力的制衡，真的都是上帝的傑作。我們了解了地形，就特別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歐洲歷史發生的地理背景。從居住來說，那平原地帶當然是好的，但是倒霉的事情呢，也要比山地上要多啊。比如說像瑞士啊，他們都是生活在阿爾卑斯山上的，誰吃飽了飯沒事兒去打他們呀？對吧？不會的嘛。所以瑞士這個國家和其他國家就沒有什麼世仇。倒是在蠻族時代，他們自己互相打來打去的啊。後來被基督教收編之後，互相之間不打了，但是三民彪悍的性格還是保留下來了。所以後來瑞士人就成為歐洲各個王室的僱傭軍啊，畢竟太能打了。甚至包括教皇衛隊也是瑞士人，他們成為忠誠和勇敢的精神象徵。在冷兵器時代，瑞士歷史上只有他們打別人，很少有別人打他們的。最激烈的戰爭估計就是發生在宗教改革時期和後來的法國大革命時期啊。保護法王路易16的就是瑞士衛隊啊，他們死得很慘的。我們教會歷史講過這一課啊。我們再來看看東歐平原，它同樣是冰蝕平原，它緯度更高啊，處於北緯48度到60度之間，是溫帶大陸性氣候。我們看一下它的北半部啊，我畫了一條線啊。北半部呢，你看它好像有點靠海，對吧？它好像可以沾到一點水汽。結果呢，它緯度太高，氣溫不夠啊，所以它也很難有穩定的農業產量。南半部嘛，你看它緯度好像是低了，但是它離海更遠了，降雨也不夠。它年降雨量只有300毫米左右。那降水偏少，它就屬於溫帶草原地帶，因為它不能種糧食嘛，它只能長草。歷史上的游牧民族都是通過這裡進入歐洲的，我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蠻族孵化器啊，一波又一波，跟植物大戰僵屍一樣啊，打完一波再來一波，然後一波一波的被上帝給收拾了，後來都成為基督教王國。正因為這裡地廣人稀，人群極度的分散，農業產量呢，因為氣候的原因產出非常低，所以它這裡的文明發展也是最慢的。俄羅斯是最晚進入歐洲版圖的國家，歐洲都轟轟烈烈，大墾荒都結束了，他們那一段時間呢還被蒙古牢牢的控制啊，所以他們就沒有趕上這一波。等到西歐都廢除奴隸制了，他們才剛剛開始農奴制。他起步本來就比別人晚啊，結果氣候呢還不太配合，所以他們積累社會財富一直比歐洲國家要慢。你農業社會啊，如果農產品不行，那就是真的不行啊。而且他們也沒法靠貿易啊，因為他們不在貿易線上。這樣呢，就導致他們的農奴制廢除的特別晚。
這一塊土地因為被蒙古控制過200年，所以呢，它深受影響啊。它一直是大一统的管理模式，不管是俄羅斯還是後來的蘇聯，它都是中央集權的。因為他們在歷史上就從來沒有過封建制度，就是這種分散、權力分散的這種封建制度，他們從來就沒有體驗過啊。而且他們的宗教呢，又是受東正教影響，所以東正教就沒有和君王對着幹的豐富經驗啊。基本上東正教就是帝國的宗教部嘛，所以我們會看到沒有，他們就沒有辦法建立契約精神。契約精神，你不僅僅要有聖經，你還要有教會作為監督者的絕對權威啊！而且呢，還要有契約在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實踐啊！你要有實操啊，對吧？你沒有實操，你這個沒有用的嘛。所以封建社會它其實就是契約實踐的操場。那比如說啊，我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征服英格蘭的威廉一世啊，他徵用當地農民的一塊土地，但是他沒有付清價錢，他這塊土地徵用來是做墓地的啊，但是他沒有付清價錢，後來被農民告上教會法庭，那教會審判了以後，國王還輸了啊，這就是契約精神。那是什麼時候啊？你想想看。農民和國王在上帝面前是契約身份是平等的，這是什麼時候？這可是11世紀啊！威廉征服是1066年發生的呀。所以你要這樣想，這在集權國家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呀。集權國家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對不對？聖經裡面就記載了嘛，耶洗別就是這麼幹的，对不對？所以一個民族的性格和它早期發展的地理環境是高度相關的。我們在2月之間講希臘的時候也分析過啊，歐洲這些畜牧業出身的蠻族，就是上帝為自己選擇的牧羊人。我們這樣掃一圈啊，看下來啊，我們就會知道，歐洲這一塊地其實也不咋地啊。上帝沒有為自己藏一塊風水寶地。雖然溫帶海洋性氣候溫暖濕潤，森林和沼澤比較多啊，看上去挺綠啊，但是它沒有用。森林如果沒有到鐵器時代，你根本就拿它沒辦法。你不可能大規模的砍樹把它變成耕地啊，因為你工具沒有跟上。而且呢，這樣溫帶海洋性的氣候，它不是水分多嘛，下雨多嘛，這就導致它的土壤的水分特別多，土壤顆粒很細小，它的排水性就很差，土壤就很黏重啊，就很重，它不太容易被翻動。你要是穿着鞋子去走一圈，你回來你的鞋子就有10斤重啊。在這樣的土地上，它耕地就很困難，因为你要把土翻過來才能種嘛。在古代的两河流域啊，或者說埃及啊，它是冲積平原，冲積平原它的表層土壤就很鬆，你用淺犁就可以把土翻起來了，你就可以耕種了。人力的要求也低啊，所以這些地方它就率先進入了農耕文明。這種淺犁對地中海地區是可以的，因為土壤含水量沒有那麼多啊。所以即使到10世紀末期，西歐的大部分土地還是森林、荒地或者沼澤。意大利呢，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土地有人耕種。法蘭西土地有1半以上，尼德蘭地區和德國的土地它有2/3以上，英格蘭的土地有4/5以上都是沒有被耕種的，都荒在那裡。為什麼？因為沒有工具啊。羅馬曾經使用過青犁啊，但是這個青犁呢，對西歐就完全不管用啊。就算使用啊，其實它也很難啊。那個農民呢，就不得不用腳踩在這個犁上面啊，增加犁的重量，它才能夠把犁深深的
進入到土地裡啊，才能夠把它犁動。那這樣的效率就很低了嘛，你一個人像猴子一樣的爬在犁上，你能夠犁多少嘛？所以这個效率就太低了。所以西歐的農業它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單幹的活啊，它必須是幾個人一起幹，有人踩在犁上，有人推，有人拉啊，它必須是集體作業。因為土壤條件有硬傷，所以歐洲的經濟發展在西羅馬滅亡之後到查理曼大帝登基這400年裡面，它的發展是相當緩慢的。因為糧食無法供應啊，對吧？因為你糧食無法供應太多的人口，所以它的人口增長就不快啊。那蠻族之間還要打打殺殺的啊，所以人口正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啊，一會兒多一會兒少的。他要等到封建制度確定下來，社會結構相對穩定了，王國也建好了，君王也信主了，社會架構都搭建好了，這個時候開始農業技術更新了啊，這個不得不說，真是上帝的計劃，時間都是剛剛好。查理曼大帝之後到公元900年之間啊，在這個100年裡面，不知道是誰發明了種犁，大大提高了翻地的效果。那當然了，中國人聲稱是中國人發明的，韓國人說是他們發明的，斯拉夫人說是他們發明的啊，反正不是我發明的。這種種犁，它的犁頭是垂直的，在車輪的幫助下，它就能夠有效地將地翻過來。它不僅可以蓋上種子，順便還可以殺殺雜草啊，還可以疏鬆土壤，使滲進去的水集中的留在作物的根部啊，便於吸收。同時，這種犁呢，它還裝備犁板。犁板是用來幹什麼的？犁板就是在翻耕地的時候，它可以同時開出一條溝啊。這個溝很重要的，這個溝就可以解決春季降雨過多的時候的土壤排水問題。它這樣耕出來的犁溝呢，為水澇地區就提供了非常好的排灌系統。而且還可以使土壤充分的通氣，而且它還相當的節省勞動力啊，它不需要像青犁那樣十字交叉的來回耕啊，然後在田裡面它要來回耕作2次。種犁不需要，種犁只需要耕1遍就可以了，所以它的效率和質量是遠遠超過羅馬青犁。那這一下糧食就夠吃了，對吧？糧食一旦夠吃，北歐海盜就可以定居下來了，就可以分享勝利果實了，就可以開始種地了。那麼海盜的禍患就少了很多。我們知道諾曼底公爵啊，那就是征服英格蘭的威廉一世啊，諾曼底公爵，他的祖先就是北歐海盜出身啊。這些北歐海盜和法國打了一仗啊，後來講和了，那法王就給他們一塊地啊，他們就在法國北部定居下來。你要想，他們為什麼不搶了呀？為什麼？因為人家掌握高科技了，開始種地了。那當然了，後來他的後代征服英格蘭，那說到底還是要謝謝這個種犁呀。生產力大大飛躍，它就使歐洲在教會的推動下開始了持續200年到300年的大墾荒運動。我們講奴隸制的那一集裡面曾經講過這個大墾荒運動，我當時呢就沒有展開說它的土地背景，因為視頻時間已經很長了，我不希望太長啊。如果要一環一環的去解釋的話，那視頻可以做到7、8個小時啊，把大家都給氣瘋了，是吧？所以呢，我在這個系列裡面，我盡量控制時間啊，我不給大家講很長啊，盡量把一些事件分開講。但是這一集可能時間還是會有一點長，因為好像不太好分割啊，因為它裡面的環節是一環扣一環的啊。你要講它整個氣候，你不能氣候和土壤條件，你不可能分開講嘛。Anyway 啊，我們大家就容忍我一下啊。歐洲呢，就是用大墾荒運動悄無聲息地消滅了奴隸制。我們現在就知道為什麼大墾荒不是你想墾荒你就能去墾荒的。為什麼？因為一個奴隸
靠自己是不可能墾荒的，对不對？因為它沒有種犁，沒有拉犁的牛啊。你要知道，這個拉犁的牛在當時算是重資產啊，必須是你的主人借給你，所以你墾荒來的土地就必須要歸主人，工具都是主人的，對吧？種犁還有拉犁的牛啊，這個都是主人的嘛，所以說你只不過出了個勞動力啊。所以你墾荒來的土地歸主人啊，但是你呢這麼做，你可以得什麼好處呢？你可以得自由啊，而且你可以得到新墾荒的土地上收成的90%，你要給那個主人上交10%啊，而是土地所有權也是主人的。所以呢，這個整個大墾荒運動的功臣就是薩克森倫犁的發明啊，沒有這個倫犁，那大墾荒運動是無從談起的。因為是重犁耕種，所以呢，個人能力就完全沒有用啊。因為重犁很重嘛，它必須要4到8頭牛才能夠拉得動。那誰家能夠拿得出這麼多牛啊？所以他必須幾家人湊在一起，幾頭牛一起拉啊。所以西歐的農民基本上都是共同耕作的。後來他們還用馬來代替牛啊，這個效率就更高了。於是呢，就出現了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重犁起步之後啊，牛就一直往前走。你要牛拐彎，牛就會很生氣啊，牛脾氣嘛，就是不肯回頭的嘛，它一條道走到黑的。所以重犁耕種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太好掉頭啊。為了減少轉彎的次數，於是呢，歐洲的田地啊都是長條形的。這樣的話呢，土地它就進行了合併啊，把邊界也去除了，視線可以不受阻擋。這個就叫做場田啊，就是 open field。這樣我們就知道為什麼它會有團體作業啊。團體作業有一個什麼樣的品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守約，對吧？大家的地也合併在一起，耕作的時候大家也一起耕作，最後收成的時候大家一起分。這是什麼？這是契約，這是契約精神啊。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團隊作業裡面，他必須每一個人都要很守約，而且都要互相體諒，要公平分配，要有合有分啊。沒有約的精神，就不可能產生這樣的農業結構。這是在農業領域的信仰品格上的操練。然後呢，還有一個問題啊，牛是要吃草的，所以牛是需要放牧的。那這樣他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他們就把田地分成2塊，每年輪種啊。那牛羊呢，在休耕的地上吃草，牛糞呢就可以成為肥料。這是最早的2年輪耕制啊。為了讓牛羊不要侵犯農田，他們這個時候開始把地的邊緣用石頭堆起來啊，這個就變成了圈田。你去旅遊的時候，你會看到這樣的用石頭堆起來的一個小小的矮牆。後來隨着馬成為耕地的主力，那馬的胃口比牛可大多了，力氣也更大，所以他們把地分成2塊就不夠吃了。這樣他們開始分成3塊，一塊地呢休耕啊，另外一塊地呢夏天種豆類和燕麥，用來做什麼？用來做飼料，餵馬啊。還有一塊地呢，就是冬天種黑麥或者冬麥啊。每一塊地每3年輪一次啊，這個就是農牧混合的3年輪種制。這樣呢，他們就建立了肉類和奶製品的飲食習慣。黑麥和冬麥做麵包啊，這個就是西歐人的飲食習慣的來源。以後你們去歐洲，從飛機上看下去，看到這種農田，你就知道它是怎麼發展過來的啊。這樣的發展靠人自己是無法做到的。為什麼？因為人都是自私的呀。都是喜歡自己畫一個小自留地啊，恨不得把邊界都整得高高的。但是你要這樣想，隨着家族人口越來越多，地肯定是越分越小。最後，當工業革命來臨的時候，
這樣的小塊的耕地，它是沒有辦法進行機械化生產的。機械化農業的前提就是地要足夠大啊，你幹不過來了，你才會去琢磨機器嘛。你想想看，我如果只有3分地，我2天就把它幹完了，誰會去想到要發明機器呢？對不對？所以每一件事情的背後，它都有非常深層次的歷史原因，背後都是上帝在主宰。輪種制度對他們來說本來就不陌生，為什麼？因為這個就是教會教他們的那個安息年的制度嘛。在聖經被啟示出來之前，人是沒有讓地得安息這樣的想法的，1分鐘都不會有。人只會在地裡面無窮無盡的去索取。在10世紀之前呢，種林還沒有完全普及之前，當時封建農莊已經漸漸成型了。封建制度它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保護了農民的安全，這樣呢就出現了糧食的增長。有歷史數據顯示啊，當時歐洲的穀物收成是以2到4倍的幅度增長的，可見當時封建制度已經開始產生了正面的效果。那麼它的種林普及是相當漫長的一個過程。為什麼慢呢？很正常，因為你鹽鐵技術要跟上嘛，這個需要時間嘛。你要知道，蠻族的文明起點是很低的，人家腓力斯人公元前1000年就已經掌握的打鐵技術，蠻族還是要從無到有的把這一條發展的路徑再去走一遍。雖然有現成的可以學習，但是畢竟也要向他們去學嘛，對吧？還要實踐嘛。最關鍵的是這個時候穆斯林控制了地中海啊，所以他就控制了貿易，基本上是向歐洲禁運的，這些東西都是被他們控制制裁啊，所以穆斯林是向他们禁運這些東西，所以整個中世紀的歐洲，它就必須自己慢騰騰的再發育一遍了。所以這樣我們就能理解，中世紀早期的歐洲，它其實一點也不發達的，人家就這麼慢騰騰的在發育啊。經過了中世紀的農業革命，普遍使用種林之後，他們才開始加速度。在土壤肥沃的一些地區的農田，穀物的收成率一下子就上升了7到8倍，穀物產量就大幅度提高。那穀物產量一旦提高，它會帶動什麼？帶動麵粉的磨坊業，對吧？那這些磨坊就急劇增加啊。磨坊是什麼？磨坊就是手工作坊嘛。那手工作坊是什麼？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雛形啊。所以糧食加工業它是率先崛起的。後來呢，因為大墾荒運動廢除了奴隸制，那自由民大大的增加了，那自由民就可以成為這些手工業者的勞動力。而且大墾荒呢，也為城市的發展預備了人力資源啊，這些自由民他可以進入城市，可以加入手工業協會啊這些。而且通過大墾荒運動，通過那個廢除奴隸制，其實貴族的財富也大大的增加，因為你新墾荒來的土地都是貴族的嘛。這樣的話呢，一個穩定的西歐社會、封建社會，它就日益成型。糧食供應的穩定，它會帶來歐洲的人口爆炸。所以歷史學家他在統計數據的時候啊，查考一些資料文獻，他們基本上有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比公元7到8世紀增加了整整1倍多的人口。而到了14世紀中葉啊，也就是說過去400年以後，人口增加平均都在2到3倍左右。那人口增加，人是最重要的資源啊，对吧？大家記不記得索多瑪王向亞伯拉罕討要的就是人口啊，對吧？財物歸你，人歸我啊，人是最重要、最寶貴的資源。那一旦人口增長了，人口爆炸了，那這個時候歐洲很多的大學也產生了。
為什麼？因為只有勞動力多餘，他才能夠去搞學術嘛，否則大家整天都趴在地裡，哪有時間去思想形而上的東西？所以這個時候修道院也大大的增加。修道院是中世紀搞教育的地方，後來演變成學術中心。歐洲最早的大學都是羅馬天主教會建的，博洛尼亞大學是1088年建的。你要這樣想，1088年是什麼概念？這個時候離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只不過過去了22年了。8年之後，牛津大學也建立了，可見歐洲對英格蘭的影響那是相當的大啊！真的是威廉一世跨過海峽過去，帶着他們一起捲的。當然了，還有法國的巴黎大學啊，這個巴黎大學也是12世紀中葉建的，他們的前身都是基督教神學家的研究院。自由民增加了，城市產生了，手工業產生了，貿易興旺了，學校建立了，大學建立了。契約精神，我們看到沒有？契約精神它不僅僅限制在封建制度上，它也開始在商業領域進行實踐，而且還在大學裡面從法學的程度上，也就是從形而上從那個神聖契約的來源，也就是我們上帝的律法，從這個層面上開始進行思考。所以不要看西歐發育的比較晚其實就像蓋房子一樣，人家地基挖得很深很扎實，等到地基蓋完了，你往上建房子其實是很快的嘛，你1個禮拜就可以蓋1層。我們這樣分析一下呢，我們就知道農業文明它的出發點是在地中海的南岸和地中海的東岸，從這裡出發向歐洲慢慢發展過去的，最遠才波及到英格蘭。但是後來我們發現工業文明恰恰相反工業文明是從英格蘭和蘇格蘭開始的，然後再一圈一圈一圈向外波及到全世界工業革命它是以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誌性的事件。瓦特是1736年出生的，他是生於蘇格蘭一個港口小鎮瓦特的父親是一個熟練的造船工人並且他自己還擁有他自己的船只他也有一個造船的作坊，而且他自己還是一個小鎮的官员，所以他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工人人家也是公務員出身瓦特的母親呢是出生於一個貴族家庭，並且受過良好的教育。在歐洲發明創造只能從貴族中來農民吃口飯都不容易，他沒時間去琢磨這些而且你搞發明創造，你是要有材料的嘛，你要買得起材料，你要經得起無數次的失敗，對吧？這些都不可能是一個普通農民能夠做到的事。蘇格蘭呢，我們在講教會歷史的時候講過，它是第一個被加爾文改革中進行全民歸正的國家。從國家的層面上來說，它是最早的。城市的角度來說，日內瓦的歸正是最早的但是它畢竟只是一個城市不是一個國家。荷蘭其實也挺早的，但是荷蘭呢，它是信仰多元的。天主教勢力和亞米念主義重洗派的勢力在這裡都很強大。蘇格蘭是最堅定的全民加爾文主義者，而且他們還不甘心他們趁着他們的國王繼承了英格蘭的王位，他們又向英格蘭狠狠地輸出了一波他們的改革宗神學，甚至不惜還打了一場內戰殺了一個國王，把英國徹底給歸正。當真心尋求上帝的民族開始琢磨上帝創造的世界的時候，那麼上帝的祝福當然就會臨到。瓦特必須在蘇格蘭產生，為什麼呢？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你光有蒸汽機，你如果沒有煤，那就等於零，對吧？你蒸汽機要燒煤的嘛，能源是工業的老本你沒有能源，你沒有辦法談工業在英國的奔寧山脈的兩側就有着非常豐富的煤礦儲量，上帝早就藏在那裡了就在蘇格蘭境內。
這樣我們就看到蘇格蘭當時的環境有多好啊！蘇格蘭的地面上啊，在地上有蘇格蘭啟蒙主義啊，全民都是神學家，就是推着当时歐洲排名倒數第一的後進生英格蘭啊，一路在神學上高歌猛進。我說英格蘭當時是歐洲排名倒數第一，這個絕對不是誇張的啊！當時經濟指數，當時的神學，他們都是排名最後的。整個歐洲都宗教改革了，他們的國王還在鬧離婚啊，所以他們當時真的是後進生，但是被蘇格蘭這麼一路推着往前走。蘇格蘭的瓦特呢，發明了蒸汽機啊，推動了英國的工業革命，而且上帝在地面下給他們隱藏着這種豐富的煤礦啊，藏在那裡。那你想想看，這會是巧合嗎？在形而上領域，他們接受了完全正統的改革宗信仰，然後在地上呢，有人發明了蒸汽機，在地下呢還有豐富的煤礦儲量。你要說這是巧合，我是不相信的啊。所以當人全心全意愛神的時候，上帝祝福你的方式，你是連想都不敢想的。我們這樣把歐洲這樣看一遍啊，大致知道貫穿教會2000年的歷史中，上帝選擇的禾場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塊地方啊？它有怎麼樣的地理條件和氣候條件？我們也了解了一下他們的發展瓶徑啊，這樣我們就能夠比較理解他們的這個歷史過程。從人的角度看呢，這個地理條件實在是不咋地呀。當時有這麼成熟的古巴比倫和古埃及兩大糧倉，上帝都沒有選擇啊！上帝讓人先跑啊，我饒你2000年啊，上帝才開始運作。事實上呢，當時還有很多其他比較好的地盤啊，比如說東亞和東南亞，其實氣候條件相當不錯的。在神呼召亞伯拉罕的時候，應該是公元前的2000年。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啊，只有傳說啊。印度也一樣，所以明確的說，當時其實只有2個文明是比較確定存在的，就是巴比倫和埃及。中國、印度還是傳說啊。那如果上帝要使用這2塊地方，它的氣候條件怎麼也比歐洲好，對不對？看到沒有？我們這樣一比較就知道了。上帝都是讓你們人挑好的啊，然後他留剩下的，然後他把他的作為做給我們看的。古代的產糧區，它都是在北回歸線附近。亞洲這裡呢是亞熱帶氣候，只有亞熱帶氣候這裡它才是雨熱同期。我們前面講過，對吧？那個地中海式氣候它是雨熱不同期。只有雨熱同期，它才可以種植水稻。古埃及和古巴比倫，它是靠穩定的灌溉和穩定的日照。所以我們看到沒有，這些地方啊，它幾乎都是當時最好的氣候產糧區。但是呢，我們今天看到它們全部都是異教的地盤。上帝偏偏不用地理條件或者氣候條件好的地方，上帝在這2個已知的文明中間揀選了一塊非常狹長的土地，就把它應許給亞伯拉罕了啊，就開始他的啟示。雖然雨熱同期還有一個地方就是熱帶雨林啊，熱帶雨林氣候也是雨熱同期的，但是那裡為什麼沒有人敢去呢？那很簡單啊，因為毒蛇、毒蟲遍地都是啊。古代的人他只是生的時間早了一點，他們又不傻的，对吧？所以不管怎麼說，這4大產糧地區，上帝都沒有選擇。只有在應許地啊，這個地方雨熱不同期，所以他只能靠上帝。你說上帝聰明不聰明？應許地是氣候極度不穩定的，這裡有行星風系的不穩定，有海陸差異的不穩定，有地形高度差異的不穩定。但是上帝卻說，這是流奶與蜜之地。
後來上帝甚至還在土地非常黏重、森林、沼澤、湖泊遍地的西歐開始他文明從零開始的建造，而資源豐富、氣候溫暖的東南亞和東亞文明一直在那裡原地踏步。古埃及和古巴比倫呢，上帝把最好的地盤讓給他們，還讓他們搶跑了2000年。但是我們看看他們現在是什麼樣子，幾乎是沙漠。可見啊，沒有基督這個活水，人類的荒涼是肉眼可見的。上帝是絕對智慧的存有，聖經告訴我們他的智慧高於我們的智慧。最後我們來講一個有趣的小知識啊，洋蔥是比較受歡迎的蔬菜啊，它既可以当香料用，也可以当蔬菜用。我們知不知道哪裡的洋蔥質量最高啊？洋蔥的原產地是在西亞，那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中東。為什麼？就是因為它有焚風。焚風我們剛才看了嘛，对吧？它是會毀壞莊稼的。但是焚風呢，還是有點好處的啊，它不是完全不好的。當焚風來的時候呢，它可以促使高山上的積雪融化，所以它又叫吃雪風啊，就是把雪給吃了，然後呢，給下游產生水流。在春季的時候呢，它可以讓背風坡有一定的灌溉，但是僅僅是在春季啊。然後呢，因為溫度升高，它就可以促使農作物比較早熟。所以在這裡種植洋蔥是比較好的選擇，因為洋蔥它的生長早期啊，它是拼命長葉子的，它需要水源。但是到它後期長土裡的那個洋蔥球的時候啊，你水就不能太大啊，水一大它就爛了。而這個時候呢，恰恰開始乾旱了，開始颳焚風啊。如果這個時候開始颳焚風的話呢，洋蔥葉子它就倒伏了嘛。它葉子就長不好了，因為太乾燥了啊。那葉子一旦長不好，它營養就回流到球莖裡，所以它的洋蔥就特別好吃，營養也特別豐富。上帝的安排就是這麼奇妙啊！上帝的愛呢，也像這個洋蔥，它等待着我們一片一片的把它剝開，總有一片，它會讓我們落淚。我們為什麼要在講早期教會歷史之前，先講這一節地理課呢？因為我們需要再一次確定啊，全地都是上帝的創造，歷史都是上帝的安排。上帝對歷史的每一個細節，都有着他全能的主權和最高的旨意。就像他對西歐這一塊爛泥地，也可以進行精雕細琢一樣，他對他的神聖教義也是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學習教會歷史之前，我們前面有3節課靈與肉的世界。我們應該先從聖經裡面形成這個屬靈和屬世世界這樣的雙重視角，否則我們看具體的歷史事件就很容易被絆倒。小到個人的屬靈經歷，大到教會的歷史，到教義形成的歷史，最後大到整個人類的歷史，它其實都是人和神在摔跤的歷史。所以神給雅各起名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上帝對人類的定義。我們是什麼？我們是真以色列，所以我們就算是上帝的選民，我們依然會和上帝摔跤。和神摔跤的人，最後自己以為自己勝了，其實不是，其實勝利者永遠是上帝。人類歷史就是上帝如何用他的聖經，在一個屬物質的世界中，把死人變成有靈的活人，並且使用這樣的一批人，將神的子民一代又一代的從這黑暗的世界中呼召出來。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歷史，這就是人類的歷史。歷史就是上帝救贖的故事，彰顯上帝榮耀的故事。
基督之後的歷史呢，就是由這樣的一批自由的人，在聖靈的帶領下，為我們寫下神學的篇章，書寫歷史的巨著。在這一本書裡面，充滿上帝的榮耀和每一個聖徒的見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再一次進入教會歷史。教會歷史，我的頻道裡面已經講過2遍了。有一個是主日學的教會歷史，一共12課，是比較籠統的一個框架。還有呢，就是和世界歷史啊，或者說歐洲歷史和教會歷史結合起來講的，一共有57節課啊，講了人類歷史中教會歷史是怎麼發展起來的。這2個系列，大家不要以為是同一個東西啦，完全不是的。這2個系列基本上沒有重複的內容，我們是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視角去講的。今天呢，我們採用更加微觀的視角，聚焦在聖經教義的形成過程上。前面2個系列的課都是基礎啊，都是金字塔的底座。我們這個系列呢，將在前2個底座上加上早期教義形成的過程。我們前面講過了，上帝是不會把他的神聖教義交給某一個人保管。為什麼聖經告訴我們了原因啊？因為人靠不住，人是會失敗的。上帝把十誡交給了摩西啊，摩西把它交給百姓，結果他們這批百姓怎麼樣呢？最後把約櫃都給丟了。這就是原因啊，因為人是犯罪以後的人，是全然墮落的人。我們每一個層面都被罪捆綁，我們不能夠好好的思考，不能好好的推理，更不能好好的相信。我們總是懷疑主義，總是想靠自己進行革新和改良。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想成為前无古人後无來者的智者，就是沒有人想好好的聽神的話，按照神的旨意來做。每一個人都想推陳出新啊，每一個人都想與眾不同。這就是我們人性深處最深的驕傲。聖經是神親自書寫、親自驗證、親自揭秘，誰也不能控制神話語的神聖解釋權。教義也一樣，人在對聖經話語的思考，也同樣是在上帝親自帶領的過程。上帝花了1600年寫聖經，接下來呢，上帝會花500年帶我們去解經。然後呢，像一個家長一樣，他把積木推倒重來，看你怎麼把它搭起來。然後這個就是中世紀歐洲的歷史。所以神不離棄我們，在歷史中他守護我們，守護他自己的啟示不被人帶偏啊。他會利用啊，他會利用人，也會利用事啊，也會利用環境，在最合適的時候他來糾正我們。有的時候他會允許我們走偏，但是這個走偏依然在他神聖的護理之下。他這樣才會使人類歷史按照他的旨意向前推進。所以我們需要在歷史中看到他的帶領。教會從來沒有離開過世界，雖然教會的使命不在世界，但是上帝卻通過教會改造了這個世界，發展了世界，也推動了世界。目的是要將整個人類歷史推向末世。求主帶領我們這個旅程。